不愧是 S 組的天王之戰，不管是狼隊還是 TTG 打得都非常精彩，尤其是雙方比賽的第一局，各種細節完全拉滿。我們先來看狼隊信鍾馗視角，開局站中左，發現 TTG 盾山也在，盾山守紅區河道，證明小胖就在藍區。同時因為狼隊哪吒入視野了，那小胖極有可能去反紅 buff， 鍾馗馬上往紅區轉，果然小胖摸了一下 buff 就跑了，但凡跑晚一點，鍾馗勾過來，小胖會很難受。而確定小胖走了之後，鍾馗才學一技能來提速。仔細看，哪吒本來不想交懲戒，但武則天一技能已經來了，沒辦法，後續想吃兵又被大球卡了位置，有點难受。接下來鍾馗繼續幫打野提速，順便蹭一下經驗。2級後再去對抗路拿河靈，不過鍾馗沒有着急入視野，而是讓狂鐵先勾引。起初司空震也不知道，看到狂鐵交2技能，司空震下意識位移規避，這就導致這一勾剛好勾到了兵線。鍾馗幫下路，那上路就要被卡線了，但這反而是狼隊喜歡看到的畫面。你上路卡線，我拿了河靈，傳上路解線的話，你射手不就炸了嗎？看 TTG 小雪明顯沒有料到狼隊會來這麼一出，而鍾馗也很毒辣，鈎子接閃，想把人拉遠一點來殺，不過沒勾到，小雪幸免於難。接着是 TTG 的反攻，把線卡在塔下，拖狼隊吃線時间。凱出野區時間比哪吒要更快，上路打起來 TTG 不帶怕的。看操作，盾山背到小喬，小喬慌了，閃錯了方向，送出1血。鍾馗把人勾到身後，但盾山有1技能被隊友接走了。這種情況哪吒也不敢飛，馬上就去搶中線，反應很快。下一個赤甲爭奪，狼隊沒有配合好，鍾馗極限勾到武則天，但小喬2技能打盾山了，康普沒接上，被武则天跑掉。這2波打下來，子桓的操作有些瑕疵。回到中路，雙方輔助都屏氣凝神，鍾馗豬鈎，盾山霸體解控，但相比起來，鍾馗肯定要更賺，他2技能 CD 快，而且只要我手感好，你後期很難防得住。稍微說一下對抗路那邊 ，TTG 司空震把線卡在塔下，這是一波4分鐘的龍泉線。哪吒轉對抗路，本身就是想幫狂鐵拿完線，然後一起做傳送飛上路去拿暴君的，但被卡住了，哪吒就只能單獨飛中路。這麼一折騰的話，中線被小胖搶掉，那暴君就要丟了。我們回到鍾馗視角，在知道暴君必丟的情況下，他馬上轉發一路，提前到草叢蹲伏。TTG 拿完暴君，艾琳回到線上，鍾馗發現艾琳還想卡兵，那他就直接入視野。艾琳看到鍾馗後，發現情況不妙，走位往左再往右，其實第一下已經躲掉了，但後面還是吃了鈎子，艾琳陣亡。有人可能覺得小雪操作多餘，但我能理解。回放第一波勾人的畫面，艾琳就是一個單純往左邊走就規避掉了，所以下一波他覺得鍾馗會預判我的走位，才加了一個往右邊的動作，但沒有想到鍾馗不上當。TTG 這把小雪是大河，他的經濟決定了團隊上限。鍾馗這樣持續針對發一路，思路拿捏得很準確。下一波兵線匯聚，提前幫射手攻完線後，狼隊3路包抄，準備抓小胖。中線最後一個兵被狂鐵傳送，小胖清不動，小胖反應很快了，他第一時間往塔下走，但狂鐵落地接 EA， 鍾馗出鈎，小喬再吹，這種技能 combo， 小胖連大招都交不出來。從雙方的局內反應來看，狼隊的臨場應變確實比 TTG 要更好，再加上狼隊的鍾馗體系又是他們很熟悉的吃分英雄。6分半的團戰就能看出區別，司空震先被抓，雙方的資源都到了，但鍾馗沒有出鈎，他是等武則天和盾山的技能全部交完後再出鈎子，把武則天勾回來。相比起來 ，TTG 剛才技能全交，他是沒有打倒人的，全部被狼隊拉扯了。殺掉武則天後，狼隊就舒服了，閉着眼反紅區，雪球不斷擴大。7分鐘，小胖孤注一擲，想提前秒狂鐵，但狂鐵太弱了，扛了很久。哪吒帶完中線來接團，鍾馗第一勾是沒中的，導致無法切掉艾琳。小胖的凱殺完了狂鐵，他自己也走不掉。然後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，鍾馗先收凱人頭，後面勾盾山沒勾到，反而勾到武則天了。臨死前的大招接1技能收掉了武则天，甚至最後的屍體爆炸還帶走了司空震，一個鍾馗竟然拿下了3殺。团戰結果3換4，狼隊打贏了。同時小喬反掉藍 buff， 狼隊再拆中塔，然後拿龍，節奏一氣呵成。鍾馗這英雄就這樣，局面越順，他打的就越爽。對方在高地出不來，人聚在一起，他就越好勾。但凡勾一個，無論是誰，狼隊都能直接秒。14分鐘拆水晶，目前看下來，整個夏季賽狼隊確實最有冠軍相。好了，小伙伴們，今天的視頻內容就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期再見。AG 最近又科研了一套新東西，就是李白加鍾馗和王昭君的體系。李白遠程2段1技能上去控制，鍾馗接鈎子，王昭君接冰凍。说实話，我們3個1級可以開波車，我2段直接定他，然後擰2，然後昭君接2，咋說？我們來看一下綜藝視角，看看這套玩法行不行。李白前期2段1技能必定能踩河道視野，然後趁兵線還沒到的時候，李白就出手了，但這波出鈎慢了一些，而且對方有防備，沒打出來。然而綜藝沒有放棄，清線不交1，反復確認鍾馗鈎指 CD， 技能好了後繼續如法炮製，這波 combo 果然就打出來了。
被動打吧，我跟你爆吧！看这效果好像不錯，拿完野区4級了，對方打野過中，綜藝抓上路，正好和雲英錯開節奏，兩段一技能就抓狄仁傑，一套打完再回來，對方中野已經轉上了，這波如果不是李白，別的打野幾乎很難活下來。吃了一發燎原白斬，在兩段一技能撤退，不過二技能沒有卡好，但也沒死。李白機制確實強，只是數值偏低了而已。順風後，李白還是比較好打的，隊友在前面消耗，綜藝只需要後手進場收割就行。畢竟是5排，路人玩家很難和職業去對抗。遊戲來到中期，李白經濟壓制，基本上就亂殺了，但熟練度確實有些不夠。綜藝很少玩李白，技能經常空。從打法表現來看 ，AG 前面想的那個套路，最多在開局陰一下對面。如果想要搬到賽場裡來，肯定不現實。賽場裡，對方會把 BP 做好，李白、鍾馗這種英雄很怕衝臉，正面也沒有前排，一旦沒有打好，李白野區就沒了。這套體系甚至不如他們之前練的傳送流後羿來的穩定。儘管這把綜藝發揮的很不錯，但最後人頭比例是25:18，AG 也死了很多次，容錯太低了。好在娛樂效果不錯，幾個人玩的嘻嘻哈哈，也期待 AG 季後賽的表現。